Hello，大家好，我是 Pa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是我们百万挑战的第9集。我们今天来到台中的 C 贝参加一场3400的限时锦标赛。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手牌吧。第一手牌盲注级别200、300，起始筹码5万。我在 Cut Off 看到10raise 到1000，Button 跟大盲跟注，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9 Q Rainbow。在我还没有动作的时候呢，大盲这边 Dunk 了1200出来，这时候我就在考虑要跟注的呢，还是再加注它。我觉得用跟注的还不错，因为这个翻牌听牌并不是太多。如果他这边 Dunk 的是一张9呢，或者是一些双头顺或 Gasha 的组合呢，我们可以保留它这些炸胡的范围。那面对它一张9呢，我觉得我们是没有4条街的价值，所以我想了一想，最后选择跟注。然后 Button 也跟注，我们三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6，大盲这边过牌了。他过牌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他的牌不是很大，可能有一张9，或者是买一些顺子的可能性。但是我后面还有一个 Button， 我其实并不太清楚 Button 的牌力在哪里，所以我也不想过牌了以后 Button 打了一个很大的注。那这边我是希望我打了一个小注，然后 Button 弃牌的话呢，我对上大盲合牌就很好去处理，看合牌开什么牌，我决定要去修档呢，还是说再拿一些价值都还蛮好的。所以我最后选择下了一个小注2200。在我下注了以后呢，Button 跟大盲还是持续的跟注，所以我们还是三家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梅花9，那这张合牌非常的不好。如果我们一开始判断大盲 Dunk 出来是一张9的话，那他现在也超我们车了。所以大盲过牌了以后呢，我也跟着过牌了。因为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Button 后面一直在跟是在跟什么牌，他也有可能有一张9，或者是真的有 Q， 然后在 slow play 这样子。所以我也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Button 这边下注了1万。现在底池才13000，他这个注码是非常重的。然后在他下注了以后呢，大盲还可以跟注，那我就知道我的牌不够了。我觉得大盲最少有一张9，然后 Button 是有机会有 Q 的，所以我就选择弃牌了。在我弃牌了以后呢，大盲很意外秀了一个 JJ， 然后 Button 秀了一个 Q5 同花。大盲开了这个牌，我有点意外，他翻钱并没有3倍我们，所以我们算是输了很少了这一手牌。第二手牌 Cut Off Limp 300，小盲跟注补齐。我在大盲看到了 A7 同花 raise 到1500，Cut Off 跟小盲都选择跟注，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K5A 2张红心，那这个翻牌对我们 Prefer Racer 非常好。我这边选择全范围下了一个小注1500，Cut Off 跟注，小盲弃牌。转牌来了梅花 K， 那我觉得我的 A7 并没有3枪的价值。Cut Off 这边确实也有可能会有 K， 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Cut Off 也过牌了，合牌来了梅花2。那我觉得这边下一个小注或走过牌跟注的路线都可以。那因为翻牌会有一些听牌，像是同花听牌或有一些 Gasha 的组合，所以我这边想要走缺扣路线，让 Cut Off 有一个表演的空间。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Cut Off 也过牌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他打开了一个 Q9 红心，也就是翻牌再买一个同花，然后有一点讶异，他合牌并没有选择 Bluff。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盲注级别200、300，大盲前注300。我在 Button 看到 KQ 同花 raise 到1500，大盲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59J 2张红心，这个翻牌对我们的手牌非常的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同花听牌加 Gasha， 在我还没有动作的时候呢，大盲这边跳出来打了一个3000，现在底池也才3500，它这几乎是满池了。那面对这个下注，它代表的是一个极化的范围。我在有位置的情况比较喜欢跟注，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3000。转牌来了黑桃4，大盲这边过牌了。那他这个过牌其实代表他的手牌并不是很强，所以我在这边下注了6000。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大盲很快的就弃牌了，我们顺利的收下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Button Limp 300，我在小盲看到最好的起手牌 AA raise 到2000，大盲跟注 Button 弃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K98 Rainbow，
我这边选择下了一个小注1500，大盲跟注。转牌来了一张方块6，那这张牌对大盲的范围会比较好，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大盲这边下了一个小注2500，我选择跟注。合牌来了黑桃 Q， 我这边继续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大盲这边下注了一个满池的13000。那既然我选择这条行动路线呢，我这边就必须要跟注了，所以我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大盲开了一个 A6 红心，也就是它翻牌单纯在 float， 它这边有一些后门花后门顺的可能性，然后看我转牌示弱了就连开2枪，那我们运气不错，刚好抓到了这个 bluff， 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Cut of Race 2000，我在小盲看到了66，选择跟注，大盲也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3J5 两张方块 ，Cut off 这边下注2000，那我们的手牌有一些后门花后门顺的发展性，所以我选择跟注，大盲弃牌。转牌来了梅花9，两家都选择过牌。合牌来了方块 K。我过牌了以后呢 ，Cut off 这边下注了一个大概半池左右的5000。首先我并不觉得 Cut off 这边有前门花，因为我觉得他有前门花的话，转牌应该会再开1枪。然后现在打这个半池呢，就很像 KQ 这种牌，然后现在击中了这个对子，然后想要拿一些价值，所以我这边觉得他最多就是有一张 K。那我们的手牌有一张方块6，所以我觉得我的手牌走到这边蛮适合去转炸的。所以我在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这边 raise 到18000。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cut off 这边有点痛苦，花了一段时间以后，最后选择弃牌，我们有惊无险的偷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cut off 看到 K8 同花 raise 到1500 ，button 小盲大盲都选择跟注，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10K3 rainbow， 我在这边选择下了一个小注1500。button 跟注，小盲弃牌，大盲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转牌。转牌来了一张红心 J， 大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也选择过牌，因为我觉得我的手牌并没有3枪的价值，我们的 kick 很小。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button 这边下注了一个6000，大盲跟注。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顶对，所以我们也选择跟注。我们3家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梅花5，大盲在这边跳出来打了一个7000，大概1/4左右的底池。那面对那么小的注，我们有一个顶对，当然选择跟注。然后 button 弃牌了，最后大盲在这边开了一个 KQO， 那我们就输了这个底池。随着这手牌的结束，今天的比赛也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在 C 贝参加一场3400的限时锦标赛。报名的时候使用加入会员送的100折价券，中间休息的时候有 add on，add on 的费用是3200，所以总买入是6500，最后的结算奖金是3500。今天的成绩不如预期，我们再继续努力。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这里是 Panda Poker，我们下次见。